介意被拍到吗？哦，可以。从哪里来？早安。从哪里来？香港。香港什么？哦，香港。看到问香港什么地方？抱歉。今天好了吗？好了。有没有跑？就比较累。长度啊？没有，最后几公里回家了。哦，最后几公里回家。来玩吗？啊，对啊。可以。昨天前天在神户。在神户。对，我就是昨天看到你说今天可能跑小长度，或者是今天不跑，不舒服的话就轻松跑。对，今天还是挺累的。挺累。跑完悉尼以后。来吗？恭喜！谢谢。七大满贯。来玩几天？6天。6天可以。去了神户，去了那个那个淡路岛。对，昨天跑了一个长距离。那今天也轻松跑了。身材不错。方便透露成绩吗？成绩305。305。下一场比赛是哪儿？应该是跟您一样。神户吗？神户，对。神户3小时了。尝试一下吧。可以的。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15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。但是今天日本这边是假日，是敬老的日，所以他们都休息，但是我不休息。今天还是轻松跑，昨天又去看牙了。今天轻松跑，明天休息日。23号有一场场地赛，只有28号的接力赛，所以就这一周得把身体调整好。今天本来是打算回评论，我都准备了，但是我发现我准备的问题其实都是一回事儿，所以一会儿咱们自由发挥一下子。为什么说都是一回事儿呢？其实基本都是围绕一个东西在讨论，就是标准。但是其实标准这事儿本来它就不标准。有小伙伴说博哥，运动员们一场比赛完了之后都有一个休赛季，就这1个月就都是轻松的跑步。说为什么？比方我不这样，或者说其他的业余爱好者不这样。就据我所知，大部分的业余爱好者不会直接一休1个月这样。有这么几个原因，第一个是还是之前说的极化训练。这极化训练小到1周的安排，大到这种休赛季都一样，就是你该练的时候，该拼的时候，没有练和拼到那个级，还有比赛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你休的时候也就不应该休到那个级。像运动员们准备一场比赛很系统，然后有强度，有距离，就是说有负荷。然后比赛的时候呢，人家那个拼尽全力，跟我们想象那拼尽全力，我猜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经历过最拼尽全力的比赛，其实是2小时41那场大半全马，而不是38那场。那场之后，我确实因为没有好好调整受伤了，说明那天的就是那一场比赛的我的赛后的休息安排的不合适，就是没有急回去，就极端的急。所以这事儿大家自己摸索，但是肯定到不了运动员那个程度。像这次悉尼之后，我这样休息也主要不是因为那场马拉松，而是这段时间就太忙了，感觉心理上也有点极限。这是关于休息的标准。还有一位小伙伴说，在全力拼的时候，比方心率拼到了175以上，那这一组结束之后，是不是不应该马上停下来，应该慢慢跑，让心率慢慢降下来？你要是说科学呢，
很多科学告诉我们是这样的，很多科学也告诉我们不应该把心率弄到175以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还是刚才那意思，标准。对于训练有素的人，其实这无所谓。还有就是得看那175对您来说是什么程度。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像我们的强度课，像6公里这种还好，然后400米这种也还好，因为这两个都不是太极限。但是像1公里这种间歇，到最后真的很极限。就是以前我也不理解，你们看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都跑变速跑，就是甭管这一组我觉得我多尽力，我都能用慢跑来做中间的组，而且还不是特慢的，搁现在看。但是现在反思就是，不是因为那时候能力强，而是那时候不够快，就是顶的那一组没有顶到自己的极限。等你真的顶过极限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那跑完以后你还慢跑，心率降下来，跑完以后不直接躺在那儿就不错了。但是人就是特奇妙的生物，等你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大概率或者极大概率，你的身体已经不怕这件事儿了。这就是我不成熟的观点，这又是一个标准的问题。所以就引出了下一个小伙伴说你这个训练的强度太玩命了，就强度课的时候，这又是刚才的标准问题。这怎么说呢？你说我也不是从一下子就这样的，对吧？我也是慢慢开始，慢慢一点一点去提升我的训练水平和训练表现。所以猛的看现在，那肯定是玩命了，都不用看现在的训练。你看我现在的平均配速5分0几，这放在10年前看，我现在就飞起来了。所以它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以前也不敢想说我能在一个6公里接近冲刺的配速到最后，或者是像大夏天周6的15公里到最后能冲到3分30，我也没想过。而且说实话，我跑到那个强度的时候我也累，很累。但是我回忆以前我跑不到那个强度的时候，并不是比方我当时能跑4分，我当时的4分的时候并不像这3分30这样这么累。这个又是下一个事儿。这小伙伴说现在跑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跑强度的时候心率顶到175还没事儿，但是腿没劲儿了。对了，大多数都是这么经历的。一开始跑步的时候都觉得喘，然后人们就开始琢磨，哎呦，肺活量呀，最大摄氧量啊，呼吸方式啊。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被解决，你差不多跑2-3个月，你相信我，你就不怎么喘了。除非你跑到你的极限，谁跑到极限都喘，或者现在累，这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。但是再往后，你看所有的马拉松比赛，崩了的或者掉了的，都是越跑越慢，然后开始走路了。在越跑越慢这过程中，他不喘，都是腿没劲儿了。所以又是一个标准问题，就是我们练马拉松其实在练什么？我们会把一开始认为重要的事情，先入为主的认为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人们才开始去比较，说原来人们比肺活量，后来比谁能憋气时间长，然后就开始比手表上的最大摄氧量。但是后面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发现是肌肉耐力的问题，速度耐力的问题，它是个系统工程。可是就是因为先入为主的标准，所以后面发现这问题，大家都觉得就总会不自觉的忽略它。最后一个关于标准就是关于气温。对马拉松运动来说，它确实有一个标准在这件事上，不是太因人而异。
因为你就看热带国家就没有好的马拉松运动员，也没有高速的马拉松比赛，对不对？马拉松是个田径项目，田径项目在所有的竞技比赛里面，奥运会啊，或者你看今天一会儿世锦赛，它都是个大项。哪个国家、哪个团体、哪个地区都想把这事儿弄好，但是为什么有的地儿就永远弄不好？就是因为太冷或者太热呀。这个事儿是有标准的，它就不是一个适合特热和特冷的地儿干的事儿。那有小伙伴说不对呀，我身边也有230的大神，就生活在福建，生活在广州，也有230的大神，比方生活在黑龙江，那没错。但是还是那话，就您没到那级。我刚才说的标准是针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标准，但是呢，它又不是说不高水平运动员就不适用，就是它也是一个概率问题。不出高水平运动员，那相对的高水平爱好者出的比例也会减少。这就是我的观点。我觉得马拉松给我带来了好多思考的方式的改变。像以前就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各种英雄主义教育，都说人定胜天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对吧？但是你跑了马拉松以后，你发现你面对那个还有400米，或者还有1公里，距离2小时40还有3分钟的时间，那个时候马拉松的最后1公里，我跑不了3分呀。你就是跟我说跑完以后我这辈子财富自由了，我也跑不了。马拉松是个残酷的事情，极限的事情，教会我更多的思考和逻辑。有时候就是道理都明白，但是不经历就不明白，或者说不带引号的明白。也就像我们去场地赛也一样，场地赛你说被人超过，担心吗？担心。你当时的理智告诉你你可以，但现实就会让你觉得慌张。很少有人真的能做到处乱不惊，对不对？就借着这些评论区的讨论，跟大家抒发一下马拉松带给我的一些思考吧。今天轻松跑个10来公里回家。哎，小伙伴们，9月15号星期一清晨7点10分训练结束。不对，今天算晨跑结束吧。昨天跟今天都是轻松晨跑，因为调整一下状态。我这月还有2场比赛，虽然长度不大，但是应该强度不低。场地赛的5000强度就不低，然后之后是那个阶梯赛8.1公里，我是第3棒。阶梯赛肯定是要竭尽全力的，对不对？跑了11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左右吧。整个牙齿啊什么的都好一些，就是觉得还是在一个疲劳的状态。这就是还是刚才说标准，你说11公里，如果是我正常状态下，好短呀。我以前再轻松跑，比方说单纯的肌肉疲劳，比方跑完强度课，跑完长距离，我怎么样，我的轻松跑也是至少是14公里以上，我也觉得很短。但是像今天这种一起跑，你就会觉得距离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所以自己感受自己的身体，标准都是随着你的训练水平、你的身体条件，还有你的目标比赛去不断的变化，是不是？昨天好多小伙伴跑了沈阳马拉松，好热的一场比赛呀！能在这场比赛上跑出差不多的成绩是挺不错的，挺不容易的。明天休息1天，明天周2，然后周3就是我们的强度课。强度课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